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关系到许多人健康与生命的话题，就是高血压的隐蔽信号。很多人以为高血压发作时一定会出现头晕眼花、目眩甚至头痛这些明显症状，如果没有感到头晕，就觉得自己的血压问题不严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那些明显的不适，而是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小警报。当身体亮起这4个隐蔽的红灯时，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警觉，中风可能就在瞬间降临。许多长辈就是因为掉以轻心，错过了身体给出的最后预警信号。要知道，中风和心肌梗塞已经是中老年人健康的最大杀手之一。以脑中风为例，这种疾病发作起来往往迅雷不及掩耳，而且后果极其严重。全球范围内，平均每6秒钟就有1人因中风而死亡，每4位中风幸存者中就有1位终身无法自理。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原因就在于它可以长期潜伏而不露声色。全球每3位成人就有1位受高血压困扰，其中许多人平时感觉良好，丝毫没有疾病的自觉。有些人甚至在例行体检时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血压爆表，但是没有明显症状绝不代表着安全。相反，当高血压对身体的重要器官造成损害时，身体其实会发出一些暗藏的求救信号。可惜的是，这些信号常常被误解或忽视，特别是很多老年人往往将它们当作小毛病而不以为意。我们常听说高血压会引起头晕、头痛或视力模糊，然而临床经验告诉我们，最危险的血压警报并不在这些表面的症状上。头晕眼花当然值得重视，但更需要警惕的是4个隐蔽而致命的信号，它们分别是心跳异常加速、肢体莫名发麻、平躺时呼吸急促以及无故流鼻血。这些看似寻常甚至轻微的小状况，可能正是体内暗潮汹涌的征兆。如果不加留意，严重的后果可能瞬间发生，可能是一场危及生命的心肌梗塞，也就是常说的心脏病发作，或者是一回令人措手不及的脑中风。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这4大隐蔽信号，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我们要帮助大家看清楚高血压在危急关头究竟释放出哪些警示，以及为什么这些信号如此凶险。请各位仔细对照自己和家人的情况，千万别让身体的求救声被忽视。1. 心跳异常加速。心跳异常加速其实是高血压隐藏的心脏警报。你是否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瞬间？没有进行剧烈运动，也没有受到惊吓，却突然感到心脏砰砰直跳，难以平静下来。不少人可能会把这种心跳加速归因于喝了咖啡、情绪紧张或者更年期症状。然而，如果您是一位高血压患者，且经常在安静休息时无缘无故地出现心跳加快、心悸的情况，那就要特别当心了。这很可能是高血压发出的第一道隐蔽警报。当血压升高时，心脏需要付出更大的力量将血液泵向全身，就好比一个水泵要对抗更强的压力去输送水。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心脏的肌肉，尤其是左心室，会变得肥厚僵硬。即使在平静状态，心脏也可能出现不规则的快速跳动，因为它实在太疲惫了，不得不加速搏动来满足身体需求。您可以把突然的心跳剧烈加速想象成心脏在按下紧急警报，它在喊压力太大，我快撑不住了。为什么心跳加速是危险信号？首先，持续的心率过快本身就会损害心脏。医学研究显示，高血压患者如果静息心率长期超过每分钟80次，那么发生心血管意外，例如心肌梗塞或中风的风险会明显增加。简单来说，心跳越快，心脏越累，血压也往往越难控制。一旦心脏长期超负荷运转，它可能就会开始闹脾气，出现心律不齐，也就是常说的心律失常。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叫做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房颤时心跳非常快，而且不规则。在这种状态下，血液在心房里无法正常流动，容易形成血栓，而这些血栓一旦随血液进入脑部，就可能堵塞脑血管，引发严重中风。许多房颤患者正是因为长期高血压没有控制好，最终出现了这样危险的并发症。除了心律失常，高血压引发的心跳异常加速，
还可能使心脏供血跟不上心肌的需要，导致心绞痛，甚至诱发心肌梗塞。想象一下，心脏好比一台马达，当它超高速运转时，需要更多的氧气和养分。然而，高血压却在同时让为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变窄变硬，结果就是心脏勉强超载运转，却供血不足，最终可能出现局部心肌缺血坏死，这就是心肌梗塞的过程。而其先兆往往就是心脏狂跳不止，胸口发闷，甚至疼痛等警报。特别是在早晨刚起床时，如果出现剧烈的心跳加快、胸闷甚至胸痛，千万别以为只是起床太快或天气变化的原因，那很可能是高血压患者心脏发出的最后求救。一位60多岁的张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但平时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什么头晕不适，所以常常疏于按时服药与监测血压。某天清晨，他刚醒来准备下床时，突然感觉心脏疯狂乱跳，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同时冒出一身冷汗。他起初以为只是昨晚没睡好的缘故，打算躺着休息一下就算了。然而10分钟过去，心悸和胸部不适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发严重。家人意识到不对，赶紧叫了救护车。送到医院时，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的血压高得惊人，而心电图显示他正处于急性心肌梗塞发作。幸运的是，由于送医及时，他接受了紧急的心导管手术，捡回了一条命。事后回想，张先生感慨地说，早知道我的身体已经发出了警告，就不会差点酿成大祸。其实他所说的警告正是指那次异常的心跳加速和胸部不适。高血压隐蔽信号的威力就在于，一旦忽视，后果不堪设想。高血压患者遇到莫名的心跳加速，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仅仅怪罪咖啡喝多了或者情绪紧张。如果这种情况频繁发生，或伴随胸闷、头晕、乏力，一定要及早就医，检查心脏功能并监测血压。有时候及时调整降压药物剂量或治疗心律问题，能预防一次致命的心脏事件。记住，心脏每一次异常的狂跳都是在向您挥动黄色旗帜，示警别让它演变成最终的红色危机。肢体莫名发麻。肢体莫名发麻可不是普通的小问题，而是大脑发出的求救信号。或许您也有过手脚发麻的经验。一般来说，我们的手臂或腿脚发麻，多半是因为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压迫了神经和血管，导致暂时性供血不足。比如蹲久了站起来，腿会麻；手臂压在身下睡了一夜，手也会麻。这种由姿势引起的麻木，通常活动很快就恢复了，没什么大碍。然而，如果没有明显原因，却突然出现单侧手脚的麻木或无力，过几分钟又自行缓解，那就绝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高血压患者，如果感到某一侧的手指、手臂或腿脚莫名刺麻，抬不起来，甚至连拿东西都抓不稳，千万要警惕，这可能是大脑在向你发出 SOS 求救信号。高血压对人体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就是脑中风，又称脑卒中，包括缺血性中风和出血性中风两大类。前者是血管堵塞导致大脑缺血，后者是血管破裂导致脑出血。无论哪一种类型，中风发作往往在短短几秒钟内就夺走一个人的行动能力和语言能力。绝大多数中风患者在事发前，身体其实都出现过短暂的警示讯号，其中就包括肢体麻木无力这一隐蔽症状。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称作小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当大脑某个区域的血液供应被短暂阻断时，身体相应部位就会突然失去正常功能。比如，控制手臂和腿脚的脑区缺血，就可能引起一侧上下肢突然麻木、瘫软，但由于堵塞又很快消除，或者血流暂时恢复，症状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又消失了。很多人因此觉得好了就没事，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刚刚姿势不对。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短暂好转掩盖了巨大的危机，真正的中风可能很快就会大举登陆。一位72岁的李阿姨就是这样，一天下午，她在家织毛衣时，突然发现右手的毛线针掉在地上，而且右手变得又麻又没力气。
连站起来减针都困难。几分钟后，麻木感居然奇迹般的消失了。家人劝他去医院检查，他却摆摆手说：“不用大惊小怪，可能是我坐久了手麻吧。”可是就在当天晚上准备上床睡觉时，悲剧发生了。李阿姨突然感到天旋地转，随即倒在地上，意识逐渐模糊。家人发现时，她已经无法说话，右侧手脚完全不听使唤。医院的诊断结果是严重脑中风。事后回想，白天那短暂发麻的右手，其实就是大脑提供的最后线索。如果当时就医检查，医生很可能会发现他脑血管已经严重狭窄，并有血栓迹象，及时治疗或许能避免这场中风。但正因为李阿姨忽视了这个隐蔽信号，才让中风有机可乘。那么为什么肢体麻木会是高血压的危险信号呢？道理其实很简单，高血压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形成。一旦为大脑供血的血管被小血栓短暂堵住，或者因血压剧烈波动让原本就狭窄的脑血管瞬间闭塞，就会出现短暂性脑缺血。这就像大脑里某条管道被临时堵了一下，虽然很快又通了，但已经造成局部大脑供血不足。大脑对缺血非常敏感，哪怕只有几秒钟，也会引发神经功能障碍，从而出现肢体麻木、言语不清、视力突然模糊等症状。可以说，每一次无缘无故的肢体麻木，都是大脑在敲响警钟，我的供血出问题了。如果我们忽略这个求救信号，下一次管道真的完全堵死时，等待的就是永久性的严重损害。因此，特别提醒所有高血压患者和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把莫名的手麻脚麻当成小事，哪怕它很快好了，也不要心存侥幸，应该及早就医，告诉医生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并进行必要的检查。医生可能会安排脑血管的影像检查，或评估是否存在短暂性脑缺血的迹象。一旦确认有这方面问题，会及时给予抗凝、降压等预防中风的治疗。要知道，中风往往并非毫无征兆，身体早就以肢体麻木这种微妙的方式示警，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倾听而已。不让小中风酿成大中风的关键，就是要对这些隐蔽信号高度敏感。现实中，已有不少警惕的患者因及早响应这些信号而成功避开灾难的案例。例如，有位65岁的王先生，某天清晨刷牙时，突然发现自己举起牙刷的右手抖个不停，甚至拿不稳。虽然几分钟后情况好转，他仍觉得不对劲，在妻子劝说下，立刻赶到医院就诊。检查结果显示，王先生的大脑中一条重要的供血动脉已经高度狭窄，差点就完全堵塞。医生紧急为他安排了血管介入治疗，及时清除了血管内的血栓。几天后，王先生安然出院，没有留下任何神经功能缺损。如果他当时选择观望，任由那次手麻过去，很可能不出1周就会迎来一场严重中风。由此可见，及时捕捉并重视身体的隐蔽信号，就能掌握先机，化险为夷。3. 平躺时呼吸急促。平躺时出现呼吸急促，往往意味着心脏与肺部已经不堪重负。上了年纪的人常常会觉得体力大不如前，走快2步就喘。但是您是否注意过，有些老人平时坐着时还好好的，一旦平躺下来休息，却出现明显的喘不过气，甚至半夜睡到一半会突然因为喘息困难而惊醒，必须坐起身大口喘气，感觉自己快被憋死了。如果您或家人有这种一平躺就呼吸困难的现象，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这是高血压可能引发的心脏衰竭在发出隐蔽信号。正常情况下，人躺下休息应该比坐着或站着更放松舒适，呼吸也理当平稳。然而，患高血压多年且血压控制不佳的人，心脏长期负担过重，就可能逐渐发展出心力衰竭。值得一提的是，高血压是心力衰竭最常见的诱因之一。据统计，超过一半的慢性心衰患者在发病前都患有长期高血压，可见高血压对心脏的危害之深。高血压使心脏持续在高压下工作，心肌会变厚变硬，最终无法有效泵血。一旦心脏的泵血功能减退，血液在人体循环中就会发生回流现象，尤其是来自肺部的静脉血无法顺利回到心脏，在肺循环中积压。这时候液体会从肺部的微血管渗出，
导致肺组织水肿，就像海绵吸水一样，肺泡被液体浸润，我们呼吸时就会觉得气喘、呼吸困难，特别是平躺时情况更严重，因为平卧姿势让更多静脉血涌向肺部，加重了肺部积液和呼吸负担。高血压导致的这种心脏泵血不利，初期的表现就是平卧呼吸困难。医学上有个名词叫端坐呼吸，意思是患者只能坐着或者半坐着才能顺畅呼吸，一躺下就喘得厉害，不得不再坐起来。很多老年人不懂这个道理，还以为只是年纪大了，气喘正常，或者当成哮喘、支气管炎之类的肺部问题。然而，从夜间平躺喘憋到需要垫高枕头睡觉，再到后来走路稍微活动就气喘吁吁，这其实是一个心衰逐步加重的过程。一开始可能只是在平躺几分钟后感到呼吸不太顺，需要换个姿势，发展下去可能睡觉时要垫2-3个枕头才能睡着。再严重一点，半夜会因为呼吸困难被憋醒，多次出现所谓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的可怕情景。试想一下，深夜里你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只因感到胸口像被无形的重担压着，怎么喘气都不够，仿佛溺水一样挣扎，直到坐起身才稍微缓解。这绝不是普通的劳累或感冒，而很可能是你的心脏在高血压的折磨下发出的痛苦呻吟。曾经有位老人家患高血压20多年，一直控制不佳，他每晚只能半躺半坐地睡，因为平躺不到几分钟就会觉得胸闷气短，家人还以为他年纪大，有点哮喘，所以习惯性这样睡。直到有一次，他感冒后情况急转直下，一平躺就剧烈咳嗽，喘不过气，坐起来也不见好转，甚至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咳出的痰里带有粉红色血丝。家人吓坏了，连忙将他送往医院，结果诊断是急性心衰合并肺水肿，也就是心脏因长期高血压受损，突然失去泵血能力，导致肺部急性积水，病人随时可能因为窒息而危及生命。幸好医院及时给予强心、利尿等抢救措施，老先生才转危为安。他很后怕，也很后悔，早在几年前开始平躺就喘不动时，就应该想到去检查心脏。他感叹道，原来我这些年一直是心脏在提醒我，他快撑不住了，我却当耳边风。所以当高血压患者出现一躺下就胸闷气喘的情况，一定要怀疑是心衰的早期信号，切莫只当作年老体弱或者肺部小毛病。如果每次平卧时都得调整姿势、垫高枕头才能舒服，那就该尽快去看心脏专科医生了。医生可能会通过超音波心动图等检查，评估心脏射血功能，看是否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的迹象。另外，如果您发现自己出现脚踝、小腿浮肿，或短时间内体重明显增加，也要提高警觉，因为这些都是心衰导致体液积滞的表现。与此同时，要更加严格的控制血压，因为血压每升高一点，都会加剧心脏的负担。别忘了，中风可不仅仅指脑中风，严重的心衰其实也是心中风，一旦心脏泵血骤停，后果同样是致命的。值得注意的是，平躺气短的情况有时也可能跟冠心病有关，比如部分患者在夜里平躺时心肌供血不足，诱发心绞痛，也会感到胸闷气急而无法平卧。不管怎样，平躺呼吸困难都不是正常现象，尤其对于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而言，更是身体拉响的警报。如果及时重视，通过药物和生活方式治疗改善心脏功能，是有机会扭转乾坤的。但若一再忽略，最终可能发展成难以逆转的严重心脏衰竭，甚至危及生命。4. 无故流鼻血。无故反复流鼻血，看似寻常，实则血管已经拉响危险的红色警报。鼻血是生活中常见的小状况，天气干燥上火时，或者不小心挖了鼻子，都可能流鼻血。因此，很多人对流鼻血并不上心，觉得压迫止血就没事了。然而，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反复无故的流鼻血却可能是身体拉响的红色警戒信号。特别是中老年高血压患者，如果经常在没有明显诱因的情况下发生鼻出血，千万别只顾着塞卫生纸止血，而忽略了背后隐藏的风险。
高血压对全身血管的伤害是全方位的，其中也包括我们鼻腔里细小的血管。当血压长期居高不下时，血管壁会受到不断的强大冲击，逐渐变得硬化、脆弱。鼻腔黏膜下的微血管本来就比较纤细敏感，如今在高压血流的冲击下，更容易破裂出血。特别是在血压突然飙高的时候，鼻黏膜的小血管往往首当其冲，就像水管压力过大时最薄弱的地方先爆裂一样。流鼻血看似发生在鼻子这个局部，其实它常常反映的是全身血压失控的一个信号。有统计显示，在某些季节，例如秋冬干燥时节，中老年人的高血压性鼻出血占到了鼻出血病例的将近40%。也就是说，每10个50-60岁以上流鼻血的病人中，可能就有3-4个是因为高血压没有控制好而导致的。对这些患者来说，鼻出血往往不只是简单的上火或者天干物燥，而是暗示着血压波动剧烈，血管状态不佳。如果不引起重视，随着血压继续升高，更大的血管可能会出问题，其中最可怕的莫过于脑血管破裂。其实可以把高血压引起的频繁鼻血看作是身体在提前演练最坏的情况。当脑中的血管承受不住时，就会像这些鼻腔黏膜下的血管一样破裂，而那时流出的就不是鼻血，而是危及生命的颅内出血。现实中有许多高血压患者在中风发生前的1-2周内都出现过频繁鼻出血的情况，只可惜他们没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一位50多岁的先生本身有高血压，但平时不太监测血压，在某段时间内他反复发生鼻子出血，每次都以为是天气干上火，喝点凉茶去火就算了。然而几天后的一个清晨，他突感剧烈头痛，随即昏倒在浴室里，经抢救诊断，正是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性中风。虽然性命保住了，但他左侧身体终身瘫痪，生活无法自理。回想起来，他和家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反复的鼻血早就是危险的前兆。如果当时就医检查并调整降压治疗，也许悲剧本可避免。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每一次鼻出血都代表高血压危机，我们也不想让大家过度恐慌。关键在于判断情况。如果您本身就有高血压，或者已经是中老年人，近期又频繁发生没有明显诱因的鼻出血，那就一定要量测一下血压，或者到医院检查一下。尤其是鼻出血的同时还伴随头痛、心悸、头晕等症状，那几乎可以肯定是血压出了问题。即使单纯只是鼻血，如果发生在高血压患者身上，也要怀疑是不是血压波动过大。一般建议此时应该静坐休息，捏紧鼻翼止血的同时，尽快测量血压。如果收缩压读数明显飙升，比如超过180毫米汞柱，甚至出现头痛剧烈等不适症状，那就应当毫不犹豫地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在他人协助下迅速就医。在急诊室里，医生可以给予降压药物，快速控制血压，并处理鼻腔止血，同时会检查是否有脑出血的迹象。千万不要不好意思，麻烦医生一次难止的鼻血，可能正好救你一命，因为它揭示了体内隐藏的一场风暴。总而言之，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反复无故的流鼻血，就像身体给出的一份红色警报。这警报提醒着您的血管已经承受巨大的压力，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来降低血压并保护血管。无视它，就等于任由定时炸弹滴答作响而不去拆除；重视它，就有机会拆弹成功，避免一场生死攸关的爆炸。我们已经逐一揭开了高血压4大隐蔽信号的真面目，无论是心跳异常加速、肢体莫名发麻、平躺时呼吸急促，还是无故流鼻血，每一个看似平常的小症状背后，都暗藏着高血压对身体不同部位发出的求救讯号。心脏、大脑、肺循环、血管无一幸免，这些信号就像潜伏在日常中的内鬼，平时若隐若现，一旦我们疏忽大意，它们就会引爆巨大的健康危机。更可怕的是，中风和心梗这类致命事件，往往就在我们最松懈的瞬间发生。前一刻还好端端的人，下一刻可能就因脑血管爆裂而倒地不起。早上还笑着出门买菜的长辈，中午时可能就因心肌梗塞被紧急送往医院。
有人把中风形容为生命中的闪电，没有预警就霹雳一声击倒一个人，但实际上闪电降临前，天空早已乌云密布，高血压就是那积聚能量的乌云，而那些隐蔽信号则是乌云中隐隐闪烁的电光。如果我们能及时看见电光，就有机会在雷霆降临前做好防护。反之，若对电光视而不见，那等待我们的就只有突如其来的灾难。那么，我们该如何防止悲剧上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呢？归根结底，要从2方面入手：一是管控高血压本身，二是提高对警示信号的敏感度。首先，高血压患者一定要遵医嘱，坚持治疗，将血压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千万不要觉得没有不舒服就可以不吃药，或者血压降下来就停药。血压控制是一场长期战役，药物、饮食和生活习惯需要3管齐下才能奏效。平时要注意清淡饮食，特别要控制盐分摄入，每天食盐最好不超过5克，也就是差不多1小时的量。保持适度的运动、充足的睡眠和乐观的心态，戒烟限酒等。定期监测血压非常重要，一旦发现血压波动大或持续升高，要及时就医调整治疗方案。对于已经有心脏病、糖尿病或中风病史的人，更要将血压控制得格外严格，因为高血压对他们而言无异于火上浇油。其次，我们要学会倾听身体发出的微弱信号，把握转危为安的机会。具体来说，就是对上述4大隐蔽信号要特别敏感。当出现莫名的心跳剧烈、持续心悸时，不妨量一下血压和脉搏，如果明显异常，应立即就医。当出现一侧肢体短暂麻木无力时，绝不能马虎对待，一次也不要放过，因为那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在警告你脑中风的风险。当自己或家人发现躺平后呼吸困难，别忘了心脏也会喊救命，应及早检查心脏功能。当高血压患者反复流鼻血时，更要想到是不是血压太高，需要加强控制并就医排查。说白了，千万别和身体的警报侥幸赌博，不要认为也许没事，宁可10次检查9次平安，也不要一次大意酿成终身遗憾。在日常生活中，家属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隐蔽信号出现时，当事人往往会下意识地否认或淡化其严重性，这时家人的劝说和督促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提醒家中的长辈定期监测血压，发现他们有可疑症状时，耐心解释其中利害，陪同他们就医检查。平时多留意长辈诉说的身体不适细节，不要把他们的抱怨当成唠叨，很可能那里边就藏着健康隐忧的线索。此外，生活中一些容易引起血压剧烈波动的动作和时刻也需要尽量避免。例如，排便时不要过度用力，因为屏气用力会让腹压骤升，导致血压突然飙高。起床或转头时，动作要放缓，不要猛然用力，否则可能因一时供血不足而出现眼前发黑、晕厥，甚至诱发脑血管意外。同样地，突如其来的大喜大悲、过度惊吓等剧烈情绪波动，也可能成为引爆中风的导火索，应尽量加以防范。最后要强调的是，中风和心脏病虽然凶险，但并非不可预防。正如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高血压其实早早的就通过一些隐蔽信号提醒我们注意，只要我们善于留心观察，及早采取措施，就能大大降低这些急症发生的几率。即便真的不幸发生了中风或心梗，提前预警也能让我们及时就医，大幅改善治疗效果。让我们记住这4个隐蔽而重要的信号，提醒自己，也告诉身边关心的人，千万别等到灾难降临才追悔莫及。高血压虽然可怕，但它并非无迹可寻。每一颗异常狂跳的心脏，每一侧突然发麻的肢体，每一次夜里喘息的惊醒，每一滴无故流出的鼻血，都是在向我们传递求救讯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及时响应这些讯息，去看医生也好，调整生活方式也好，总之别让这些警报白白响起。从现在开始就行动起来吧，重视高血压，关注身体的小细节，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之树长青。要记住，高血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它的警告置若罔闻。
让我们警钟长鸣，别再让那些隐蔽的信号被忽视。当它们出现时，就是我们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